兄弟们，我是有风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会给大家带来一个 TikTok 广告投放入门教程，会教大家每一步怎么样进行一个设置，还会教大家怎么样把你的一个 Shopify 店铺连接到 TikTok 的一个广告后台，带大家一起来设置我们的 TikTok 广告账户。我还会分享一些超级实用的一些广告制作的一些公式，告诉你视频里面该说啥才能吸引眼球。然后我还会在视频里面实操演示怎么样利用我们最新的一个 AI 模型来助力广告投放。首先的话，你需要注册一个 TikTok 的一个广告账号。TikTok 广告账号的一个注册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。如果你还没有 TikTok 账号的话，可以跟着我一起来注册一个。打开这个链接以后的话，我们点击这个开始。在开始之前的话，一定要确保先把你的一个 IP 地址的话换成一个美国。全局模式打开以后的话，那么就可以来开始注册了。我们第一个地方的话，我建议大家用邮箱进行注册就可以了，填入你的邮箱号。第二个的话，设置一下你的密码，把下面的话两个的话勾上，点击这里个注册。有时候需要进行验证一下。接下来的话，它会向你的邮箱里面发一封电子邮件，你把验证码的话填进来就可以了。填进来以后，它会自动跳转到下一步。这里需要填入你的一个商业名字、网站地址这上面这些都无所谓，你可以随便填。这个地址的话，你可以不用填。在这里的行业的话，你可以选，比如说你做电商的，你可以选我做3C 数码的。你的地区的话，美国，我选这个 United States， 选美国 USA。币种的话，选 USD 就可以了。这里的话需要填入你的一个电话号码。如果你没有美国电话号码的话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打开 Google。我们来搜索一个美国虚拟地址生成器，一般就是第一个。这里我们把它这里面生成好的一个电话号码的话复制过来，把中间这个横杠给去掉。这里左下角这个打勾，点击一个继续。这里的话需要选择你的一个省份。刚才的话这里它已经给了我们的省份了，我们选这个 C 开头的 CO 差不多就这个地方，然后点击。去到广告的管理平台这样的话我们的广告账户的话就已经建好了。界面是英文的，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 English， 然后把它转化成一个中文简体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整个界面的话就会变成一个中文的界面。这个时候的话，你就可以把你的 IP 的话换回你想要的一个 IP 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就不需要有美国的 IP 了。概览里面的话可以看到你这个账号的一些大概的数据。这里有个推广的话，这个推广里面可以看到我们所有件的一个计划。我们可以点击这里有个新建，可以来建立我们第一个广告计划。这里有个推广目标，我们可以来选一下。这里推广目标第一个的话就是一个品牌的认知。如果你是一个大品牌，你有非常多的预算的一个投入，让更多人知道你这个品牌，你可以选择这个，应该属于一个人民币玩家，想尽快的打开你的品牌知名度，那你可以选择第一个，覆盖一个更多的人群。第二个的话就是受众的意向，你的投放目标还可以改成一个访问量，还可以选择一个提高你视频的播放量，还有一个社区互动。这3个的话我觉得都比较鸡肋，一般用的都比较少，而且这里面来的人的话大概率都是不准的一些人群。我们用的比较多的话应该就是下面这个网站转换率。如果你要推广 APP 的话，那你可以选择这个应用推广。线索收集的话，比如说你做的是保险，你做的是车险，那你可以选择必须要通过收集线索。最后一个就是商品销量。如果你有 TikTok 上面开的有你的自己的一个小店，那你可以选择最后一个商品销量。因为我们今天推广的是我们的独立站，我们的 Shopify 平台，后面有个智能效果推广系列，这里的话我们就先不用开它，就选择这个就可以了。下面的话我们来可以设置一下我们这个名称。假如说我卖的是一个手机壳测试期，因为刚开始的话我们的预算都不会太大，我们需要系统自动去探索，它系统学习需要点时间。我们这里可以命个名。这里的话你有没有特殊广告，比如说你们住房就业信贷没有，你就不用管它。这里有个通过的，这里可以创建一个拆分对比测试，我们这里也不需要，作为新手用不了。这里有推广系列预算优化，如果你这个系列里面有多条广告，哪一条广告比较好，可能TikTok 的广告系统的话就会把更多的广告预算加到那条广告上面。今天因为我们只是一条广告，我们就直接设置下面就可以。日预算的话我们可以设成$50，因为刚开始在初步测试的时候这个钱不要花的太多，因为系统它学习是需要循序渐进的，我们需要慢慢的进行一个测试。然后选好以后我们点击一个继续。这个上面的广告主名称你可以设一下，
这个地方的话就是网站，我们需要把我们的 Shopify 店铺的话连接到我们的 TikTok 广告后台来。今天的话，我们主要演示是通过 Shopify 连接到我们的 TikTok 广告后台来。如果你是用 Wix 或者 WordPress 搭建的网店，同样也是没有问题，也可以连接到 TikTok 的广告后台来。接下来我就来教大家怎么样将我们的 Shopify 店铺连接到我们的 TikTok 的一个广告后台。那无论你是使用哪个平台，连接到 TikTok 的话都是非常的简单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你的网站上嵌入一个小工具，就像是一个追踪器一样。这个工具的话就叫做 TikTok 的 Pixel， 就是有了这个工具以后的话，如果有人通过 TikTok 广告进入到你的网站，那我们就能知道他具体做了什么，是不是把产品加入了购物车，还是直接下单呢？就可以根据这些数据来调整我们的一些广告策略。因为我们关心的不仅仅是广告的点击率，重要的是成交了多少单，你的 ROI 是多少。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回到我们的 Shopify， 这里的话，大家应该用的非常多的话就是一个 TikTok， 我们也需要和 TikTok 上面打通一下数据，我们也需要在 TikTok 上面投放广告。等一下有空会重点的讲一下 TikTok 的一个广告，还有一个商业账户的一个，还有 TikTok 的一个广告账户的一个创建。首先的话，我们安装一个 TikTok 的一个 APP 到我们的 Shopify， 我们搜索 TikTok 就是第一个。那这里点击一个安装，这里直接点击安装就可以了。好，这里安装好以后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来进一步设置，可以点击一个开始设置。那首先的话，这里需要连接到我们的一个广告的一个后台，我们这里点击一个连接，这里需要连接到我们的一个 TikTok 的一个广告的一个后台，想连接，这里点击一个连接。这里的话，我们点击一个创建，允许我们的 Shopify 去创建一个账号，我们点击这个。这里我们直接点击一个连接，这里有一个数据分享，我们也可以把它和刚才和我们 Facebook 是一样，数据分享的话选最后一个，就是最大化的一个数据分享。点击这个确认一下，点击完成设置。这是我们现在这个就已经设置好了。把 Shopify 连接到我们 TikTok 广告以后的话，我们这个地方我选择这里，点击一下它，这里就会显示我们刚刚连接好的一个店铺的名字。我们点击一下它，优化事件的话有查看内容、加入购物车、支付完成、增加支付信息、开始结账。那我建议大家的话选择这个支付完成，它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广告的主要目的是要成交。如果说你在后面的话，你的广告预算花不了，那如果你的广告跑了，今天跑不动，你到时候也可以再进来一下，把它改一下，改成这个加入购物车也可以。当你的系统跑得动以后，你再来改成一个支付完成也行。广告位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设置一下，它默认的话是自动广告位，那我们不需要自动，我们点击这个编辑广告位，我们只需要投放 TikTok 上面的一个广告就可以了，下面两个不需要，我们把下面两个勾去掉。那右边的话可以大概看到我们所覆盖的一个人群数量。再往下面，这里有个已保存的受众，这里的话不用管它。那等一下，如果我们这个建好以后，我们可以把它保存一个模板，下次的话直接调用这个模板，那就可以在这个已保存受众里面直接找得到。人群属性的话，我建议大家的话，你直接选择你的目标市场。假如说我这个只卖到美国，我就选美国就可以了。那如果你有多个市场的话，我建议大家分开来建计划。假如说你还有在加拿大也有销售你的产品，那等一下你再建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地域分开来的话，我们好进行一个数据的分析。性别的话，这个地方可以根据你的实际产品来选择。不过的话，大概率的话，在网上消费的话，女性的群体的话，应该是比男性高，而且女性的整体转化率的话会高很多。那前期的话，你这里可以先不限，当你的投放一段时间有数据以后，那系统会告诉你的一个性别的一个占比。如果说你的女性占比特别高，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把男性的屏蔽掉就可以了。刚开始建的时候，我们把它全选吧。那后面的年龄的话，把这个未成年人13到17排除掉，后面的话基本上都可以勾上。语言我们可以选择英语，因为我们投放的是美国，直接选英语就可以了。消费能力的话，我们可以选择高消费能力。然后家庭收入这里的话我们就不用管，因为我们刚才已经选了高消费能力。这里的话它会给一个我们能覆盖多少人群，这里的话它覆盖人群的话是3900万到4800万，差不多了。如果你的覆盖人群低于一个2000万，你的这个广告的话大概率的话就是投不动。所以说前期的话，我们覆盖人群的话一定要在3、4千万以上，
这样的话，我们在投放广告的时候，你的广告才能消耗得动。这里有个受众，我们先不用管它。这里排除的话，刚开始投放的时候也不需要去管它。这里有个行为和兴趣。刚开始的时候，那如果说你确实知道你这个是某一个行业，比如说你是做手机电脑的，你可以选一下。但是我建议大家的话，刚开始交给我们的系统去跑一下，因为有时候系统可能比你更了解。我建议大家刚开始的时候都交给系统先去跑一圈，跑完以后的话，我们得到数据以后再来返回来，再来优化这些信息。这里有个设备的话，比如说我卖的是手机壳，我卖的是苹果手机壳，那这里的话，操作系统我们就可以选一下。如果说你没有特定的一个需求，那这里面的话都可以不限就行了。这里面的所有的都可以不用管它。那这里的话可以设置一下我们每日预算，假如说我设个$50。这里投放时间你可以设置一下，从今天开始，或者说你设定一个你只投放某一个时间段，比如说某一个时间段在做活动，那你可以只投某一个时间段。晚上的时候你不投呢，你可以把晚上去掉，你只投白天，你把后面的话白天的话给选中就可以了。半夜的话，其实现在半夜凌晨0点到2点，其实这个时间段也有很多人在刷手机，而且有时候这个时间段转换率还挺高，竞争还很小。大家的话也可以选上出价优化，这里转换目标，我们可以选择这个转化，因为我们刚才已经选过了，我们直接用这个就行了。这里出价这个地方你可以选一个，说你成交一单你愿意花多少美金，你这里可以填一个。那这里有个高级选项，那如果你不填的话，系统的话它就默认去跑。那这里有个建议出价，你可以看一下。这里建议出价的话就是19美金。那我建议大家的话，前期的话这里也可以先不用填它，后面等系统跑一段有数据以后，我们再来更改。因为前期如果你填的太高，可能2下就跑完了；你填的太低的话，可能你拿不到流量，那等2天都拿不到流量。那这里先不用填它，全部填好以后，我们点击右下角的继续。那右边的话可以看到我们大概覆盖人群是多少。那后面右边的话有个大概的一个概览，点击一个继续，来到这上面，下一步这里有个智能创意，我建议的话前期大家先把它关掉，因为我们需要最好你自己来制作一些短视频，上传上去进行一下测试。素材名称这里可以设置一下，你的素材叫什么名字你可以设一下，方便你自己区分。这里有广告发布身份，你这里可以设置一下，你设置好以后呢，它会出现在右边。这里的话，你也可以设置新的身份。那你的广告左下角要显示什么样的文字信息，就是这个的左下角。那这里的话，就是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设置。推广对象的话，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单个视频，或者说轮播的一个图片。我建议大家的话，最好用视频，因为视频的一个转化率的话，会比图片高很多。视频的话，我们可以从电脑上把我们已经制作好的一个视频素材的话上传进来。这里的话，给大家分享一个 AI 能帮上我们忙的一个小技巧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 ChatGPT 推出了它最新的一个版本，就是 GPT-4o。GPT-4o 它的能力的话，比之前的版本的话都会强大很多。建议大家一定要把 AI 这些工具利用起来，可以帮我们做非常非常多的一个事情。那我把这段提示词发送给他。这段提示比较长，那我会把这段提示词放在我视频下方简介里面，到时候兄弟们直接可以复制拿过去用就可以了。我给他提示是这样的：你现在扮演一名拥有多年经验的 TikTok 短视频广告策划与短视频运营的一个专家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首先定义一下 GPT 的一个身份。那你给他定义身份以后，他就会在这个领域去帮你生成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。请帮我生成关于手机壳的一个视频脚本，大概要求如下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帮我优化的更好。那我下面的话会给他一些脚本的一些要求。等一下后面当他们帮我们生成好脚本以后的话，那我们可以直接根据他的脚本来拍摄我们的一个视频。比如说第一步，开场白的我的要求是要吸引眼球，要有创意，不要太老套。那目标的话就是吸引观众，打破他们的浏览模式，通过大胆的声明或者独特的内容的话来吸引眼球。第二个呢，我希望我的广告里面可以讲一个简短的一些故事，可以引起大家的一个共鸣，突出用户的一个痛点。第三个的话就是转换，详细介绍产品的功能，提出购买的一些建议，还有可以放上我们的一些优惠信息。这下面的话就是 TikTok 帮我们生成好的一个关于手机壳的一个视频脚本。那第一个开场白一个人手里拿着破旧的手机壳，皱着眉头看着手机。
它的配音是不是厌倦了你的手机壳总是掉漆啊破裂，大概的话就是这个样子。GPT 的话帮我们把整个流子，帮我们把整个脚本，还有用到的一些画面的话，全部都生成出来了。那么可以根据它上面给出我们的一些脚本，直接来拍摄视频就可以了。如果说你对上面的一个脚本不满意，你还可以告诉他再写一个，再写2个，再写10个都没有问题。那这里的话，它又帮我们生成了一个方法的话，适合你自己来制作这个短视频。那如果说你不想自己来制作短视频，那你可以来到 Fiverr 找一些专业的人士帮你来制作短视频的可以。那相关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。Fiverr 的话，它是一个全球比较大的一个服务市场，它里面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服务，比如说可以在上面找到一些程序员帮你编程，你可以在上面找到一些策划，找到一些视频的编辑视频拍摄，或者说一些写作、音乐编辑商务策划咨询等等等等你能想象的所有的服务，那在 Fiverr 上面的话都找得到。那我在上面随便搜索一个，我说一个产品视频的一个编辑，那我们来随便搜一下，它里面有非常多这种专业人士。你看这个光评论都有200多条，光评论这里108条，评分5颗星，价格的话是多少？这里都有。我随便点个，这个卖的比较多，这个5颗星，它的评论数的话都有1000。来看一下这个人他提供了怎么样一个服务，然后他应该就是做这个广告策划或者说广告视频剪辑的这样一个人，他可以帮我们拍摄一些非常专业的视频，那我们就可以来 Fiverr 上面来找到他的视频的话，这右边的话，它有显示着他提供服务的一个价格。比如说$150$250，或者说$500，它提供的服务不一样，收费的话，价格的话可能有所不同。那如果你觉得这个有点贵，那你可以换一个，这里有$30的，销量也可以。它光评论数的话都有1400条。那20秒钟的视频里，20秒钟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广告视频$30，那你可以点击这个播放按钮，可以来看一下它之前制作好的一些广告怎么样。如果你觉得他制作这种效果可以，那你可以来联系他，叫他帮你拍摄你的视频广告。当我们的视频制作好以后呢，我们直接可以点这里从电脑上传进来就可以了。这里下面有一个广告文案，广告文案如果你不会写，那你可以交给 GPT， 叫他来帮你写一下。那我把这个提示也发送给他，我说 TikTok 投放广告的一个广告文案。那你的手机壳需要升级了，看看这就是他帮我们写的。或者说时尚与保护并存的手机壳，了解一下你的手机壳强大吗？来看看我们的，大概的话就是这些。因为他写的是一个中文，你可以叫它翻译成英文就可以了。我们直接复制一下它这个，来到我们的 TikTok，粘贴到这后面就行了。那这个封面图我们可以来设置视频类的视频封面，我们来选择一下我们的手机壳的一个正面，我可以随便选一张，点击一个保存。这个就是我们手机壳的封面。那这左下角有我们的一些文案，它不能包含，还有我们的品牌信息，这里都有显示。行动引导文案的话，这里你可以选一个，也可以交给系统的话自动的来帮我们填也可以。这上面有很多，有一个创新的互动样式，那我们可以来立即制作一下。它这个互动样式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它里面有很多模板。比如说你如果是做软件的话，那你可以在上面加上一些优惠信息，15%的一个优惠，或者说你可以加一个倒计时之类的。那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往下面走，就填入我们要推广产品的一个链接，可以来到我们的 Shopify 店铺，把我们的产品链接的话复制过来就可以了。复制我们产品的链接，粘贴到这个地方来。右边的话有预览，你最好预览一下，看你设置的一个链接对不对。确定我们这个链接是正确以后的话，那我们可以继续下一个。这里有个免责声明，你可以来增加一些。那通过部分行业它可能需要一些免责声明的，可以降低你的法律风险。有必要大家可以去设置一下。这个广告包含 AI 生成的内容，如果有，那你可以把它勾上；没有的话，你不用管它。下面有个监测，这里都不用管它。全部弄好以后，点击一下发布。左上角这里有个分析，分析的话，这里有个受众洞察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。那我们刚才所选定的一些，比如说我们选的美国，我们刚才设定的一些行为的话，它右边的话会帮我们分析出来它的年龄的话一个分布，比如说18到24占比多少。
每个年龄阶段占比多少，男女的一个占比，还有每个地方每一个省份的一个占比啊，它后面的话都会帮我分析出来它的一个系统占比，还有手机的一个，还有他们感兴趣的一些兴趣，下面的话都会帮我们罗列出来。啊，分析里面这里还有一个创意案例。那如果说你的广告你不知道怎么做，那你可以来到这个创意啊里面来寻找一些灵感，它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视频。那这左上角的话，你可以选择一下地区，那每个地区的话，它可能推荐的一些视频的话就会有所不同。啊，最右上角这里有个探索更多，我们点击一下它，我们就可以来到 TikTok 的一个创意中心。在创意中心里面，上面有个趋势。啊，在创意中心左上角这里有个热门广告，那我们点击一下它，那你可以看到 TikTok 上面，你可以看到 TikTok 上面一些比较热门的广告是推荐一些什么样的内容。你可以在上面的话选择你的行业，那你是做哪个行业的？你可以在上面选一下广告的语言，你这里可以选，假如说我选英文，那下面的话会出现很多，那你可以来学习啊，模仿制作一下。它还有个工具是一个关键词的一个洞察，在上面的话你可以来搜索一下相关的一些关键词，然后它会帮我们推荐这个关键词的相关信息。那比如说这下面很多，这里面有查看详情，你可以来看一下。还有这里有相关视频，针对这个关键词哪些视频做的比较好，在里面的话我们都可以来看一下。这里面还有个热卖商品，你可以看一下。那这上面选择地区，那你可以看到哪些产品的话最近可能卖的比较好，那你可以往这种方向的话去靠一靠。视频剪辑的话，我会推荐大家你可以用剪映来进行剪辑，国外的话你可以用这个 CapCut， 也就是剪映的英文版来剪辑，那都没有问题。那剪映的话也非常简单，那网上也有非常多的教程，大家可以去稍微学习一下一些简单的一个视频剪辑啊。希望今天有空的分享能给你一些帮助。用到所有的工具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，兄弟们可以打开链接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啊。有任何问题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，我们也可以一起来交流交流。